国产的相面化材料泰吉诺 PCM800X 15天的测试结束了。这里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测试呢确实是拖了太久的时间了。期间呢，我们应泰吉诺的邀请呢去上海逛了一个展会，耽误了一些时间。后来呢，我们的测试已经完成了，但是泰吉诺方面呢对这款材料又做了更深入的对比测试和耐久稳定性的验证。毕竟导热材料这个行业呢不追求时效产品，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位的。下面我们先对数据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根据温度、功率综合数据来看，这4个电脑呢都没有明显的衰减现象，不管是 CPU 还是显卡部分，甚至是和7950当时的测试数据来进行对比，和7950打的也是有来有回。具体来看，首先在红米计上，温度的表现呢甚至是超过了7950，CPU 部分比7950低了大概2度，显卡部分低了1.2度。在拯救者 Y9000P 上 ，CPU 部分是不如7950的。后续呢，我们会专门发一期视频呢，详细展开讲一下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这里呢，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我分析可能的原因就是长期的高温烤机，芯片的功率呢又非常的大，有可能是散热器的这个平整度出现问题了，也有可能是焊接这个 CPU 和显卡的这个电路板出现了轻微的变形导致的这个贴合问题。像这种散热器斜压到芯片上，接触不充分，就会出现温度或者功率的异常。但是抛开这个问题，只是看在这个状态下的前后衰减来对比，在斜压的情况下能保持这个状态，也充分说明了相面化材料在抗衰减上的天然优势。台式机的13700K 和超龙3080上的表现和7950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当然也都几乎没有衰减现象。林克的1260P 这台机器上，15天后的温度呢，比上机时候要高了3度。我们最早做7950测试的时候还没有这台机器，所以呢也不能和7950来对比了。但是和7921和5888这些硅脂来进行对比，温度表现都要好得多，耐久要更好。作为一款国产相面化材料，这个性能和耐久的表现确实可以用惊艳来进行形容了。再结合上不错的性价比表现，真的是可以和7950有一战的对手。如果是在意性价比，或者说厂商有需要做这个国产化替代的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根据和泰吉诺的沟通他们已经和国产巨头 H 什么公司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了。虽然我们这个15天的测试呢，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但是作为更长期的性能或者耐久的表现，还需要市场来进行验证。后面呢，我们又给每台机器都涂上了冷酷师9211导热硅脂，展开了我们下一轮的耐久测试。好，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给我们来个一键3连，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好，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感谢你的观看，我们